大家好，我是许悠闲。上期讲了安迪对抗扑克联盟的下半段故事，其中我们说到了 Phil Ivey 最后保住了联盟的资产和名誉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Phil Ivey 当年封神的一手牌。这手牌是在2005年11月份的蒙特卡洛100万美元锦标赛上打的，地点在摩纳哥，是欧洲西南部的一个非常富裕的小国家，主要产业就是博彩、旅游和银行等等。当时正好大赛上就剩最后2个人 Phil Ivey 和英国的玩家 Paul Jackson， 在2人争夺第1名的时候，这手牌就发生了。第1名奖金是100万美元。好，回到牌桌上，庄位是 Jackson， 盲注是12000到24000，前注是4000。Jackson 手里的筹码是93万8，不算前注大约有39个大盲。Ivey 大约有他4倍的筹码，所以心态一定是非常稳的。翻牌前 Jackson 在庄位跟注， Ivey 手里有圈8红桃，这手牌是领先对手庄位跟注的范围，所以 Ivey 在小盲位加注6万， Jackson 跟注。翻牌勾勾7，一个红桃2个草花，底池17万6，牌面很干，对 Ivey 手牌范围有利。 Ivey 零打8万，差不多一半的底池。Ivey 手里还有后门花，所以这个 C-bet 的频率达到 70% 以上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个年代他压了半个底池，在当今的锦标赛上大多数人都会压得更小，压1/3的底池，然后频率在 90% 左右，更适合现代的打法。不过像 Ivey 一样压半个底池，然后频率低一些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时候 Jackson 知道 Ivey 这枪只是 C-bet， 不代表什么牌力。由于 Jackson 在庄位有位置的优势，所以他小加注了一下，加到了17万。这个加注的好处就是可以劝退很多玩家的空气范围，就如同这把 Ivey 手里的圈8一样，只是在这里加注到17万有点小，容易激发高手的反抗。如果加到20万，对手3bet的成本就会稍微大一些。再看 Phil Ivey， 果然不会轻易的弃牌。 Ivey 知道 Jackson 可能有7，但是更有可能是利用位置的优势加注，试图打走自己的空气范围。所以在这里 Ivey 打算继续扮演自己手里有一对比7更大的口袋队，甚至有勾。那 Ivey 是前置位，处于不利的位置，所以要跟注的话就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手，不好打。这里直接3bet 回来，涨到32万，这个码量不多不少。回到 Jackson， 面对这个反涨3bet， 正常打价值的情况下， Ivey 手里会有勾或者比7更大的口袋队，或者听花，非常非常小的概率有 A7。 那 Jackson 手里有5-6，一般人也就放弃了，毕竟这手牌没什么赢率。但是 Jackson 不想当一般人，对手的操作能力很强，他感觉 Ivey 反涨回来不见得就一定有牌，高手对决都是心心相通的。 Jackson 知道 Ivey 知道自己加注的意图，这里很绕口，不过这就是扑克的精髓。而且他知道 Ivey 完全有能力做出这种拿空气反涨回来的操作。再看 Jackson， Raise, re-raise, re-raise. Nice. Oh my goodness, Jackson is re-raising. What the heck is going on here? Re-raising. 他在这里干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，他居然4bet 到了47万。这种玩法不论是在大赛还是在现金游戏都是非常罕见的，尤其是码量不太深的大赛里，绝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弃牌，但是 Jackson 还是想炸呼一下，这都是头脑急转弯的。这些压注就是玩家们之间的对话。首先 Ivey 说我有东西， Jackson 说你没有我才有， Ivey 又说我真有东西，这次 Jackson 再说不我真的有。那 Ivey 会怎么做呢？ Ivey 对这个4bet 也是感到很意外的，他就会想 Jackson 到底有没有成牌。打到这个份上 Jackson 手里基本不可能有一对7了，因为有对7的话没必要再4bet 了，要么跟注，要么就在当下做个了断全压。一对7又不是什么大牌，分分钟就会在转牌被秒掉，所以这种小4bet 这种勾引的打法，要么就是有勾，要么就是炸呼。听同花也不会这么玩。为什么能打出这种效果呢？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因，就是高手对决能打成这种来回对刚，不光是技术的博弈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手都很自豪，都知道对方没牌，这个时候谁先弃牌就像谁先给对方叫爸爸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高手对轰的时候，多多少少跟傲气也是有一些关系的。想到这里 Ivey 问了一下对手还剩多少筹码，
第一，他确实想看一下 Jackson 剩多少筹码，来判断他这个操作的目的是什么，是为了再多榨取一点，还是为了留点马保命。第二，他也想看看 Jackson 的反应。那我们看一看 Jackson 是怎么回答的。360 380 360 380 Jackson 在被问了之后马上做出了回答，感觉有点太服从了。还有就是他回答了之后不停地更正自己的马量，看着有点心虚。那 Ivy 在这个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之前提过了， Jackson 手里不太可能有一对7，他只能有勾或者葫芦，听花也不太可能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后手为什么还要剩下那38万的筹码呢？其实当 Ivy 加注到32万的时候，如果他只是跟注，他后手还剩53万，可以在转牌的时候推进去，或者在当下就推进去。然而 Jackson 只是加注了15万到47万，那为什么会有 Jackson 这种小加注？这后手留的38万是为了在翻牌上再多榨取一些筹码，还是为了保底？结合 Jackson 回答的反应， Jackson 应该是用最小的风险来炸胡最后一次，这38万应该是为了保底。I don't think he's gonna blink. I don't see how he can possibly continue in this hand. Everything Paul Jackson has done. All in. What? That's why we're here and they're there. Ivy 想了一下就全压了，这个压注是全程最大的亮点。Ivy 居然被对手涨了2次还能准确的推出去，这个扣动扳机是对自己的读人能力非常自信才能做出来，真是又准又稳。这手牌居然发生在2005年，让人们在那个时代开了眼界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扑克是可以这么打的。Ivy 在那个时代就能打出这么精彩的一手，绝对是当年的领头羊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